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交流一下，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品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战略所兼任助理教授接仲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个礼拜直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问一件事情啊，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到底会如何？这个伊朗会不会被美国给打了？那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要不要对伊朗动手啊，这2天也看到他亲自的介入啊，暂时叫停了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那伊朗方面呢，也在关闭领空之后呢，又重新的开放他们的领空。川普表示，因为呢，他收到了情报显示，看到伊朗的局势有降温，美国动武的理由正在减弱，而且他指出，德黑兰方面正在寻求和华盛顿谈判。美国对伊朗出手啊，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呢，在去年2025年的6月，美军发动了午夜铁锤行动，当时出动了125架军机，那其中包括了有7架 B-2 隐形轰炸机，那么轰炸了3个核设施。再往前推看一件事件，就是2024年的9月。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他们曾经渗透供应链，在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呼叫器这个 BB 扣里面植入了爆裂物，使得呢这个呼叫器同时爆炸，当时就导致至少42人死亡，3500人受伤。所以看得出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是有分工合作。可是现在从原本的美国、以色列扬言要共同打击，到现在局势突然缓和冷却了下来啊，这个背后的战略考量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季老师怎么看？好，首先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如果美军要发动比较大规模的打击的话，它在中东地区目前的战力集结其实还不够，因为先前美军把战力抽调到加勒比海，所以加勒比海有12艘美军的军舰，那以至于中东地区其实目前只有3艘驱逐舰跟1艘潜舰，没有航舰打击群。所以，那在没有航舰打击区的状况之下，其实它在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很多的弹性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一个新的发展，当然就是大概1月14号左右传出，美国下令那个在南海的林肯号航舰打击群开始开往中东。那整个航程大概要1个礼拜，所以大概会在1月20号跟1月21号左右就位。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跟区域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应该会利用林肯号部署的这一段时间，再去对整个情势做评估。因为最主要是在1月8号，伊朗政府从晚上开始做血腥镇压之后，目前伊朗街头上的抗议算是暂时被压制下去。那这个就让美国还有区域其他国家对于局势，包括以色列都要重新评估。因为原本对于美国或以色列来讲，最好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因为民众的抗议，导致伊朗的统治结构里面出现所谓的窝里反。那原本他们可能最期望的就是，因为伊朗现在是神权共和国，是那掌握大权的就是宗教领袖，还有他的相关的体系。那些比较政府的机关，其实都算是执行者，然后加上正规军。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原本认为最佳的剧本是，因为民众的抗议，所以军方正规军加上在行政单位的一些官员，决定联手挑战推翻这个神权领袖。因为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在推翻之后，因为军方的力量还在，所以呢，推翻神权统治之后的伊朗政府还有能力控制相关的局势。对，因为还有军事力量。对，还有军事力量，还有一些安全的力量。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也就比较能够跟美国进行相关的谈判跟合作。对，这是最好的状况。所以老师，您提到说，特别现在就神学制政权掌权的伊朗当局、领导当局来讲，他要怎么样去防范您刚刚提到的窝里反因为避免里应外合。委内瑞拉的例子看到了如果是里面如果有内奸的话，很容易就被推翻。我觉得现在状况就是1月8号，伊朗政府开始血腥镇压，那个镇压的规模感觉上是连军方都参加，所以就让所谓的窝里反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就代表
正规军还是决定跟这个神权统治、神权领袖站在一起。是。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对美国来讲，或者对以色列来讲，最坏的状况反而变成好。如果今天在美国跟以色列对德黑兰的军事打击之下，再加上民众的抗议，德黑兰的统治突然崩溃。但这个崩溃之后，因为德黑兰没有一个有力的体系可以掌控大局，然后这些神权系统加上革命卫队，其实在伊朗各地都还有影响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第一个可能变成伊朗内战。那一旦内战的话，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土耳其等，他们就会担心，第一个，尤其是在伊朗周边接壤的国家，难民，因为他们都看到之前叙利亚的状况，然后大量的难民出逃，是。所以你现在会发现是说，在跟伊朗附近的卡达、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都公开表示不希望川普发动军事行动。他们就是担心，万一伊朗中央统治突然崩溃，变成内战，第一个大量的难民。那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他会担心的是，如果伊朗丧失中央统治，他那些核设施会不会外流到不该流的身上？反而现在的状况，他们华府内部可能有人会认为说，现在的伊朗政府虽然还是个集权统治，但是因为他在外面的很多小弟哈马斯、真主党都被剪除了，现在大概就是在也门的青年运动。是，那伊朗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要再去支持青年运动的力度也降低，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个政权虽然是个集权，但是它最起码还能够稳定内部的局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伊朗的危机还没有完全的解除哈，而且现在全球都在关注这个中东情势后续的发展，包括了中国大陆在内。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先前也和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彼此通过电话。那阿拉奇呢表示说，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外部干涉的准备，期待中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毅则表示呢，希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中方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大陆外交部呢，还特别在官网上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啊，说伊朗外长呢在电话当中通报了伊朗局势最新发展，也强调最近呢在内部发生的骚乱是外部势力所煽动。现在看起来中方非常的关切，可是中方对于中东一触即发的局势啊，这个冲突随时有可能发生，目前所保持的态度是什么？大使，您觉得？这个就变这个跟王毅跟这个伊朗的外长在讲的电话里面3个重点，也就是中国大陆对于伊朗情势的3个反对。他的3个反对呢，第一个反对是反对这个他国就国际间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与国争端那第二个反对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第3个反对世界再重新倒回为丛林法则。那这个反对已经是蛮清楚的。你外交上大概这样子，由外长国务委员兼外长做这样子的立场，其实是对伊朗在外交上已经是非常高层级的支持了。在这个情势下。那当然，在经济上的话，中国对伊朗过去一直是很支持伊朗因为它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原油那它原油的部分的话，正因为美国单方面的制裁，那就变成它的原油的销售是有问题的。可是呢，事实上有西方媒体在前一阵子也指出来，那么伊朗大概每天它这个原油大概每天可以外销220万桶。那这是西方媒体做的报道这个要查证。那他认为90%这些外销原油都是进入中国大陆。那所以基本上今天能够在国际上还购买大批伊朗原油，在经济上给予伊朗很大的经济支持，就是中国大陆。这是长期持续性的。对。那这个不会因为有危机或者没有危机会有断绝。所以伊朗对中国大陆经济已经给了。中国大陆对伊朗经济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那军事上的话，这个就说伊朗在很多它军事的这个科技上，甚至关键装备上这些部分，那各方的报道不一。那因为伊朗在过去几年它的所谓的这种长程的中程导弹，事实上已经在实战场上证明是非常非常的先进。
而且它也有超高音速导弹。可是外界就在猜这个技术从哪里来。那有人说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伊朗只有一海之隔啊，就是里海，直接就可以就可以大批的援助不需要西方任何的，西方没办法阻碍，连甚至监视都很难。你要看这个12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伊朗的土地中间大部分都是伊朗高原，靠西边是它的这个主要人口跟经济活动地区，那边都是高山峻岭，对，高加索山，好几个山了，德黑兰就在那边。然后德黑兰在整个伊朗的这个国土里面，在它西北部，离海比较近，所以从战略的角度地缘政治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俄罗斯。那么如果让伊朗落入到这个西方的势力里面它的整个里海地区都会陷入到很大的怎么样威胁，所以反而对俄罗斯的影响会，所以对俄罗斯来讲更大些，地缘政治来讲，伊朗非常的重要。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又从地缘战略来讲的话，还是非常的遥远。而且中国大陆过去在中东地区有更宏观的战略，我们记得很清楚让这个什叶派的伊朗跟逊尼派的沙特在中国大陆北京进行了和解。那这个对于这个伊朗对沙特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那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正面对抗中里面其实中国大陆已经给了伊朗很多的这些资源，然后尤其现在在外交上，那军事上要看未来怎么发展。那现在你可以看起来，川普已经自己找了2次台阶自己下了，那就变成就是说。美国要以军事的方式进入到伊朗的话，美国能得到什么？对，可能付出的代价什么？这是川普自己要去考量。现在就是看说大使刚刚的分析，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其实只要石油供应不受到影响，这是最重要的那说到了石油，其实看到最近的油价的波动因为在石油这边，你现在看到中东地区的局势还是诡谲不定。战争到底是要打还是不打呢？有个石油相关的有趣现象，就是 OPEC 发布他们的月报，表示说，预期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增加每日是134万桶，跟今年预期的每日138万桶增幅是相当的。报告也指出呢，全球经济活动预期在2026年跟2027年都会维持强劲的表现。另一方面呢，艾德金融投资执行董事叫文景辉，他分析说，川普已经控制了委内瑞拉，如果未来再成功控制伊朗的话，反映石油控制权就会易主失去平衡。那相信呢，其他石油国就会实施禁运或者是跟川普来想办法怎么样抗衡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未来油价未必会跌，反而会有很大的机会再度攀升我们怎么看国际油价，还有因应现在的局势它有可能会发展的一个情形？这个国际这个石油组 OPEC 它的目前的评估正好跟 IEA 就国际能源署的评估有点不太一样。国际能源署是没有那么乐观。那如果以这个波斯湾国家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油价还是平稳的，没有受到这次伊朗目前的风暴影响。因为最主要是第一个，荷姆斯海峡并没有被封锁；第二个，并没有任何的油田被炸掉；第三个，没有任何的石油生产国家宣布停产。这3个原因都没有发生所以这个风暴并没有发生。那我们过去20年，市场早就习惯了说，这个中东每次都有这个危机的疲劳症了。就是说，伊朗要报复了，美国所有的方案都放在桌子上了，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但是最后呢，如果没有发生油的断供链，就不会有什么石油大涨的这个情形，就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荷姆兹海峡如果被封锁的话，那当然影响很大。对，因为在石油海运它占了1/3那我们亚洲市场它占了80%。所以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伊朗，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如果一旦荷姆兹海峡被伊朗封锁的话，那确实对石油的油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诚如刚刚大使讲的，美国如果要攻打伊朗，他一定要设定好他的战略目标。你能不能拿到伊朗的石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你如果像上次去年6月你去攻打伊朗的核设施，那显然
看起来目前没有完全的毁灭它所有的核设施。那如果你是目标是核设施的话，那跟石油又是两件事了。对，你能不能进驻伊朗去取得它政权，那更是非常的几率非常小。诚如刚刚杰老师讲的，伊朗是一个教士国家，它的统治非常复杂，而且这次它暴乱是因为经济问题，它官方的汇价跟民间黑市的汇价差了几十倍，所以呢通膨非常严重，老百姓生活都有问题。过去还有补助，现在连补助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上街头去抗议。那目前这个状况，好像统治层还目前有效的控制，还没有失控。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美国要去攻打伊朗，你一定要设立好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它不是像委内瑞拉，他是想把这个总统马杜罗抓走，然后呢，希望接他的人能够贯彻美国的意志，对不对？把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能够归美国所能来使用。那现在伊朗能不能达到这？显然这个情况是差很多。还有很多阶段性的考量哈，因为毕竟伊朗跟委内瑞拉不可拿来做相提并论啊，这个可能更复杂的多。重点就是在于说，你控制住之后，那个 afterwards 之后的问题，你要如何来处理？可真的是千头万绪。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